幸福哪有可能有公式？所谓的幸福公式是什么呢？该怎么去运用这个公式去找到可以降低痛苦或者提高幸福品质的线索？有一次看安东尼罗宾课程工作坊，这一个学员啊，他其实成就已经很好了，可是呢，他还是觉得生活有很多的不如意。有人就问他说：“那你心里的蓝图是什么？这一生你努力在追寻的目标是什么？”这一个学员就说：“我需要达到我的年收入超过台币是1亿。”而他的现况是，他的收入其实已经是换算台币是7、8千万。另外一个学员啊，他对于成功的这一个标准，他说啊，只要我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我掀开被子，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对我来讲就是成功。欢迎来到人生解构方程式，我是节目主持人 Jaco。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一聊所谓幸福的公式。那我相信大家应该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就是幸福哪有可能有公式？因为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对于快乐的定义也不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我在看到这一个幸福公式的概念的时候，我发现，它真的是对于所有人都适用，而且呢，一旦我们可以理解这一个幸福的公式之后，它可以很大几率来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在关系当中，在生活当中是处在一个相对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有办法找到一个线索，去让我们痛苦的这一个指数可以往下降。又或者呢，我们今天会找到更多线索，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产生更多幸福的时刻哦。那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在使用这一个公式一段时间，我自己觉得很简单又有效，所以今天这一集就很期待可以分享给大家。那这一个所谓的幸福公式是什么呢？它就是你的生活现况跟你心里的这一个期待，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讲成是你心里的一个所谓的蓝图，你希望获得的一个成果。你的现况跟你的蓝图这两者究竟是高度吻合，还是呢有落差？如果你心里的期待跟你的现况是高度吻合，那你感觉到的幸福指数呢就会变得很高。可是反之，痛苦也有公式。这个所谓幸福公式，它的反向其实在谈的就是一个所谓叫痛苦的公式。那这个痛苦的公式，它指的就是你的现况呢，跟你心里这个预期得到的结果或是蓝图，它有非常大的落差。可是它跟幸福公式最大的不同是，它还要再加上一个条件。这一个条件就是你对这件事情是感觉到无能为力，就是你找不到方法，你感觉到自己是没有那个能力，没有希望去让你的现况往你的心中的蓝图去前进哦。如果你是进入这个状态呢，就会变成是你的痛苦指数就会变得比较高。因此啊，听到这边，我们可以先稍微静个几秒，想一下，我是不是在过往感觉到幸福的时候，都是因为我们的现况跟我们心里的蓝图趋近一致。而如果我们现在刚好也处在比较痛苦的情况，可能是你在关系当中，你很希望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有更好的相处模式，或者呢，你很希望你的另外一半他应该是要懂你的，他应该是要可以体谅你的，他应该是要可以成为你的灵魂伴侣的，可是他却没有。所以呢，在这样沟通几次之后，情况无法改善，找不到方法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感觉到这段关系当中呢，我们是痛苦的。好，所以呢，如果你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谈那该怎么去运用这个公式去找到可以降低痛苦或者提高幸福品质的线索那我们就先来谈，与其先处理幸福这件事，我们先来谈如何降低痛苦的感觉。我们回到痛苦的这个公式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假设呢，我们今天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感觉到另外一半就是不够贴心、不够认真、不够努力，所以呢，甚至我都感觉到他对我的用心是不够的，在乎是不够的。那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是不是痛苦指数就会升高？因为现况跟我心里的蓝图是有落差的，对不对？而且我还找不到方式可以改变。因此呢，我们这里其实是有几个隐性的选择让我们去思考。总共有3个参数，我们一起动动脑。
第一个参数是我们的现况，第二个参数是我们心里的蓝图，第三个参数是我无能为力去改变。好，那这里如果我要降低我的痛苦指数，你们觉得动哪一个是比较快的？3秒钟，1、2、3，好，应该都有标准答案了哦。答案是第二个，因为呢，如果我今天要培养能力，是不是要花更多时间，对不对？第二个，如果我要改变现况的话，那代表我过去如果用我原本的沟通认知跟能力去跟对方协调，都没办法得到我们要的，那是不是改变能力才是改变现况的第一步，对不对？因此啊，如果我要快速的去让我的痛苦指数往下降，你就记得调整你心里的蓝图，这一个是相对快的路径哦。然后因为其实今天拍摄的时候有一个小插曲，就是我刚刚跟我太太其实是本来2个人要聊这一集，可是呢她真的下班太累了，所以就没有办法陪我往下聊哦。那她刚刚有分享到一件事，就是说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她的心中对于一个理想的老公，应该是一个非常贴心细腻，然后很会照顾人。他在跟我交往到结婚之后，他才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哦。就是呢，他原本预期的是，如果他受伤，我是会第一时间冲过去，然后给他呼呼，然后立刻把他呵护得很好。但是呢，可能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关系，我们家一直都是我们自己要照顾好自己，所以啊，我对待他的方式就是，先确认他的情况严不严重，然后如果不严重，我就跟他说，你看如果受伤的话，你先去看医生。因为我工作这边我走不开，但是随时需要我，你打给我就会过去，这样，这个就是我照顾他的方式。但是对他而言，他就觉得哇，怎么差那么多，对不对？所以你看哦，他如果一直都保持着他心里的那一个蓝图，就是这一个先生应该要够贴心，那这个时候他是不是就处在痛苦的边缘？可是呢，他刚刚就跟我分享说，他说没关系，因为我们都结婚了，然后他也意识到我本来就不是那么贴心的人，就是一个臭直男这样。所以呢，他也就降低了对我的这一个期待。本质上来说，他好像是做出了妥协，就是呢，他开始去看我其他的优点，可能是我很负责任，做事很认真，甚至呢，我自己也有在改变，我有尝试去做一些贴心的事情。所以，当他修改了在他心中所谓理想的婚姻的蓝图之后，即便我没有带给他这么多对他而言是他觉得很贴心的这些照顾也好，举动也好，他仍然可以在这段关系里面获得开心或者是幸福。因此呢，我想说的就是，如果我们要降低我们的痛苦指数，第一个我们优先可以去思考的就是你内心的蓝图有没有可能去调整。那我讲回我自己的例子好了，我自己在过去的生活经验当中有没有？我去回想我有没有特别快乐的时候，其实想不太到，并不是没有快乐的时候，而是痛苦的时候太多了。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心里的蓝图太难实现了，很想要成为一个什么事都可以做好的人，很想要成为一个很厉害的人，很想要早一点获得成就也好，早一点知道怎么赚到更多的钱，让生活是稳妥的。甚至呢，现在都一直在挑战很多之前没做过的任务，就像拍摄影片也是。所以因为心里的那一个蓝图标准很高，所以我不管怎么努力怎么做，我都觉得我的现况跟我的蓝图有很大的落差。因此呢，我之所以会说我回想过去，我发现痛苦的时候真的多太多了。那也是我后来开始在意识到这一个所谓幸福的公式反向就是痛苦的公式，有没有？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啊，我其实最大的改动就是我去改动我心中那一个蓝图的样子。所以我做的改动大概有几点哦。第一点就是以前是没做到多好，我就认为不叫成功。可是呢，后来我改变的那一个蓝图是我究竟能不能进入一种生活形态，就是我变得更敢去尝试我原本不敢做的事情，或者是说我变得更可以去在过程当中去享受我持续在破关的感觉。你看哦，今天我原本是把心中的蓝图要定义在拿到特定的成果才叫是成功，可是当我把蓝图整个这一个重点定义在是体会、成长、突破，甚至是我敢去尝试，
这个都算是一个不错的结果。那当我把我心中的蓝图往这个方向调的时候，我是真的直接感觉到，我对于我每一天在做的这些事情，第一个压力值变得没有那么大，然后呢，我比较可以去放松一点，去享受在其中。打比方说，就像今天好了，今天其实我预计要拍摄的时间是从早上开始想脚本，下午就要拍。可是呢，其实今天的拍摄没有很顺利，因为一开始做的那个选题呢，我觉得整个预期可以聊到的这个价值感，在聊的过程没有到，所以我们下午是大概拍到3、4点、4、5点就放弃了。在放弃的当下，我知道脑袋卡住了，对不对？如果是过往的我会因为这件事情感受到很深的挫败感。可是呢，自从我的这一个蓝图改变之后，我在那个当下，我就会跟我的同事说，我需要出去走一下，我需要出去动动脑，这样。所以我发现，我出去动动脑，在路上走的过程，我并没有非常明显的焦虑感，而那一个痛苦的感受也没有很明显。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已经知道说，既然我今天决定要做一件没有标准答案的事情，而我的核心目标很清楚，就是我拍的每一支影片，我都希望谈的是我认为很重要的事，或者是我希望我真正谈的内容一定可以帮到某部分的人。我希望传递的资讯，只要呢他会帮到某一些人，或者是像过去的我，那他们看到觉得有价值，这样在我做的事情里面就有意义。因此呢，我只要可以去调整我看待这些事情的角度，让我的状态不是一直在那个挫败感跟痛苦，而是呢一直锁在那一个意义的感觉。其实我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心态差很多。就像现在已经是快晚上10点了，我还是可以这样笑着跟你们分享。其实呢，也是我运用这一个公式去厘清我内心的想法，然后呢去调整到一个让我状态可以比较好的一种思考哦。因此呢，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发现你的痛苦的这一个程度比较高，是来自于你的现况跟你的内在的蓝图有高度的落差，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可以做的选择就是，那我们要不要先以着我们的现况、现有的能力、现有的选择来重新思考一下，调整一下内心的蓝图，然后呢，让你可以比较好的去发挥你现在的能力，同时呢，去降低你这个痛苦的感受哦。因为呢，我们最害怕的事情是这样，我心里想要达到的那一个目标，也不符合我现阶段可以努力的这一个程度。因此呢，这个是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如果要降低痛苦指数可以谈的事情哦。那第二个，我觉得比较主要的是，当我感觉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比方说，我对于现在这段关系里面，我很想要去改变，但是呢，我觉得我无能为力去改变对方。那这一个无能为力，它有可能来自于是过去没有成功的经验，所以感觉到无能为力，又或者是某次跟对方吵架的这个经验太痛了，所以到后来光是想到要再沟通的时候，那一个痛苦就让我们很害怕，因此我感觉到无能为力，甚至是我心里觉得我好像什么方式都试过了，就是没有用，所以无能为力。如果呢你是有类似这样的感觉，你可以做的第二个调动就是，那我们要不要冷静下来去分析一下，究竟是哪一些能力，我只要在扩充去优化之后，我就有机会去改变现况。因为蓝图它是可以我们随着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对不对？同时呢，如果我们还愿意去做出那一个决定，我需要去学会什么，我需要去增加怎样的知识，那我就有机会让现况再进步一点。所以你看哦，如果我们心里的蓝图是我先不求我要一次拿到完美的结果，可是我心里的蓝图变成是只要可以进步一点都很好。那这个时候你又做出了选择，就是我打算要去学什么能力，同时呢，你又在学习这个能力的道路上，你会不会因为这样感觉到更有希望一点？当你觉得更有希望一点呢，你的痛苦指数也往下降。因此呢，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慢慢的你的能力提升，你的现况呢也趋近于你心里的蓝图，你会不会觉得它已经不只是痛苦往下降，
也连带着有可能你的幸福的品质就会往上提升了。因为这个过程，你不只是感觉到现况跟蓝图有趋近了，有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是，你也觉得你自己在成长。所以呢，这个是从痛苦的公式来看哦。好，那我们回到这个幸福的公式哦。因为幸福的公式呢，它主要是谈2件事情嘛，就是我们如何让我们的现况跟我们心里的蓝图是高度一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运用这一个幸福的公式，去让我们每一天的幸福指数有提升？它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呢，你去想一件事哦，当我们如果冷静下来想，要去找到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我们的健康、我们的跟爸妈的关系、跟小孩子的关系，或者是工作上的表现，或者是我们沉浸在个人的嗜好里面，然后可以在当中感觉到怡然自得，甚至是我们会有爬山的这样的习惯，都很好。就是我们能不能在生活当中去找到你现在心里的蓝图跟你的现况是高度吻合的？想想看有没有？就像有的人是可能工作不是那么顺利，但是呢，他在当了爸爸之后，他跟他的小孩子的相处就让他觉得很开心，因为他的小孩子太可爱了，然后完全符合他想要拥有的那一个亲子关系。所以呢，很有可能他的工作是不顺利的，可是他跟小孩子的这个相处是很开心的，所以跟小孩子的这个部分呢，是会带给他幸福感的。那我们如果可以先用这样的思路呢，你每一天先做一件事，就是如果我醒来了，或者是我睡前，我们想要让自己的幸福感受可以提高一点呢，你就记得先去想那一些你的现况跟你的心里的蓝图是高度吻合的事情。而且呢，你还要再去想的是，比方说，好，我就回到刚刚那个例子哦。假设我是有一个小孩子，我跟他的相处是很开心的，我只要去想到我跟他相处的这些点点滴滴好玩的事情，你会不会觉得你光是想到这一些的时候，你的嘴角已经不自觉带着笑意了，对不对？甚至呢，你会在想到的过程，你会体会到说，其实我的生活是有幸福的成分在的。所以呢，如果我们愿意每天多花一点点时间，先去想想那一些在我生活当中已经是很不错的部分呢，它都可以让你先进入一个不错的状态，好的状态呢，去开展你的一天哦。好，那所以这一个是我们可以运用这个幸福的公式呢，去达到的一个快速感觉变得好一点的效果。可是呢，如果我们要让这一个幸福的感受可以提升更久的话，那你就记得一件事，就是呢，一定要确保你心中的蓝图都可以随着你的进步呢，持续的去做出微调，而不要一开始就设定了一个非常远大的志向，而且这个志向大到是努力实现都做不到。我其实有一次看那个安东尼罗宾他的影片，他就有提到类似的概念。他的概念是说，曾经呢有学员去上他的那一个课程工作坊，这一个学员啊，他其实成就已经很好了，可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他还是觉得生活有很多不如意，很多不开心，甚至呢他觉得他自己是没有资格快乐起来的。那这个时候呢，有人就问他说，那你心里的蓝图是什么？这一生你努力在追寻的目标是什么？结果啊，这一个学员就说，我一直认为我这一生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就目标，就是我需要达到我的年收入是超过台币是1亿，而且这一个1亿呢，全部都要来自于我的工作收入，不能是来自于比方说像股利啊，或者是其他投资的收入，不可以加上那一些。而他的现况是，他的收入其实已经是可能换算台币是7、8千万的，我记得数字大概是这样哦。所以呢，因为他一直没有达到他心里预期的那一个蓝图，所以即便他已经拥有，对于我来说，对于很多，我相信对于蛮多人来说，都已经是很好的收入、很好的生活水平了。可是呢，他还是开心不起来。所以你有发现吗？如果他愿意随着他的现况稍微去调动一下他的蓝图，很有可能呢，他在收入还没变的情况下，他的幸福指数是不是就随之提高了，对不对？可是呢，在那一次的工作坊里面，有另外一个学员啊，我觉得他对于成功的这一个标准哦，我觉得非常的有能量哦，而且他是分享出来给大家之后，是其他的同学听到他的这一个标准啊，
哇，所有人就笑开了。然后甚至呢，到后来课程结束之后，他们是还会有那一种课后的助教小组，或者是他们这些学员就私底下会联系。他心中的这个标准呢，是很多人都在转传的。那你知道他的标准是什么？他说啊，只要我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我掀开被子，我可以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对我来讲就是成功了。那你看，对他而言，他心里的蓝图竟然第一个很重要的成功就是这一个，你会不会觉得他每一天都会觉得自己是很开心的？当然有人就会说啊，这个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如果稍微补充一下，假设这一个人过去是有过重病在床，光是要下床都要靠人搀扶，而这样的时间整整超过1年，你觉得对他来说，能够靠自己掀开被子下床，是不是就是一个很难得、很珍贵的事呢？对吧？所以呢，这一集的最后，我想要谈一个很重要的点哦。如果我们可以深刻意识到，我们的情绪是快乐还是悲伤，是感觉到幸福还是痛苦，都来自于眼前的事情，我们赋予它的意义是什么？外在的事物，我们未必在当下都可以有办法去改变，但是呢，我们要附加什么意义在这些人事物上，一切呢都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所以我真的很喜欢一句话，他说呢，确实我们人生在世是无法去选择每一件事情都可以如我们自己心中所想去实现。可是呢，我们拥有一个最自由的选项，就是我们可以决定怎么去看待眼前这些事。所以这一集我们就聊到这边，希望呢这次的内容可以被有需要的朋友听见或是看见。我是 Jaco，我们下次再见。